如果说写字楼里装着的是工作，街巷里便是生活了。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老街旧巷间，包裹着城市人生活的安全区，隔绝了工作的烦扰、闹铃的吵闹。路边桌前摆放着青春的欢唱高歌，桌下酒瓶里封存着奋斗的辛酸苦涩。吃进去的是酸辣热烈的酣畅淋漓，倒出来的是醇香厚重的肝胆相照。或许这便是人们钟爱着街边的缘由，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，就很有意思。就我们小时候吃，我们长大了还吃，长大了之后带自己的小朋友来吃。不管你怎么苦，最终要满足这个口啊。这个新的系列，希望给大家展示那些隐匿在长街短巷间，那些陌生又熟悉的身影，那些以柴米油盐为伴的小摊小店，还有那些弥足珍贵的游商小贩。他们用抓人的口味，逐渐成为一座座城市的记忆碎片。高楼耸立，鳞次栉比，贵阳有着一线城市般的繁忙外表，内里却装着万千风味，藏匿于街头巷尾，抚慰着每一个贵阳人的灵魂。要问贵阳人最好吃的是什么，那多半没有统一答案。烤豆腐、安顺春卷、炸串、小签烤肉等等。反正我们就是贪吃，我的饭不是一天吃出来的。不过，要问这些美味的坐标，贵阳人则会出奇一致地指向同一个地方，那些咔咔角角里的路边摊。吃路边摊要有氛围一点嘛，情趣。你很放松啊，就在路边，你讲话多大声，你就互不打扰嘛。所以有时候人都想穿个睡衣就下来吃了，吃了之后又回家睡觉，回家一样。就是神仙角落，就是你坐在这儿，你看这边车在走，然后人在走，就各式各样的人，然后有的人在打喷嚏，有人带小孩，下雨了有人在这跑，就觉得哎，还就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嘛。就坐在路边上，你什么感觉？我感觉整个贵阳都是我的。这就是贵阳的特色，这就是贵阳。要说贵阳小吃的头牌，那必是洋芋。贵阳的特色小吃啊，就是洋芋啊，炸土豆，这个炸洋芋好吃得很。因为贵州人吃土豆跟吃米饭一样的，因为贵州人才能做得出这个味道。也不是我心里话吧，这个是贵州黑子的文化。贵州最好吃的，配上我这个荔枝辣椒面，真的是一绝。如果还要找个能在洋芋丝之上的美味，大概只有洋芋自己的进化版——洋芋粑粑。市中心的正新街，亦是贵阳城市夹缝中的小吃街巷。此处的小吃产业堪称一片红海，高手如云。要论名气与口味，这位外露霸气的于娘娘，靠着自己的手艺脱颖而出。每日10点准时出摊，支摊儿、热油、备料，每一步都成竹在胸，靠的便是对洋芋这一品类的产品升级。模具压实的洋芋粑进入热油的怀抱，表面噼里啪啦逐渐变成金黄，
油炸碳水的香气，质朴而有力，击穿了其他摊位叫卖的封锁线，吸引着食客接踵而至。要不要韭菜？将洋芋粑升级到外酥内软只是第一步。洋芋粑压扁，顺势加入新鲜的韭菜，在热油2次烹炸，洋芋与韭菜的香气彼此交融，清香中透着浓郁。哎，别急着下口，千万别忽视了娘娘特供的客制化服务。一般的时候都是加点热根，洋芋粑我给你炸得脆，所以你加的时候呢，我建议你不加糖。酸萝卜泡的时候我这样泡的，酸甜的。这种辣椒粗的不辣要香一点，是细的时候辣椒辣一点。但是根据你口味，你可以加点甜酱。暗黑小清新的酱泡折耳根，搭配酸萝卜，清新提味又解腻，再用隐藏 MVP 甜酱沾上永恒经典的双辣椒面，粗细融合，层次分明。这才是老饕心里洋芋粑粑的限定正确吃法。清甜的蘸水作伴，软糯的内里也更显绵密香甜。它用的是那种猪油炸的，所以就特别香。然后还有这个韭菜，它酱料也挺好的，包括它的那个萝卜，就单独吃都好吃。这个边摊比那个店里面的还要好吃。我应该至少3天会吃1次的，至少。他家的话做的好吃，我就吃到哪家好吃了，我就不喜欢换了。吃了几年了，早车到没在吃。都是老顾客，这是天天来吃的。于娘娘深耕巷口洋芋技术7、8年，吃脆点嘛嫩点。还要数5间与饱腹感相关的生意最为热烈，一人之力难敌门庭若市，儿子也要不时来帮老爸救急救火。筷子要不要？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些像街边小吃好吃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局限于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，它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亲手来做的。打个比方，像我们这个洋芋粑的话，它是用一个木棍蒸好以后，一棍一棍这样捣，然后捣得很碎，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，口感就会比较糯。洋芋在水分的加持下反复锤炼，使得淀粉分子充分糊化，形成链状甚至分支状的结构。原本略带沙口的洋芋颗粒变成了粘性十足的软糯粑粑，再配上盐巴做底味，最大化保留了洋芋的原始风味。以瓶盖压制成型，这便是于娘娘多年来经营路边摊的智慧。好多，3块钱，哦，没变，没变。工序繁琐辛苦，但多年来，于娘娘一直坚持3元1份，对得起来客，安逸了自己。对街头巷尾的美食，这个还是比较可以的。你说要登大雅之堂，这个其实也不算差。味道真的吗？一份热气满料的现炸洋芋粑，留住了楼宇间的匆匆过客。3元的售价，扎实的口感，让烟雨微凉的街头被温度包裹，让食客一瞬间忘了加班和报告、压力与辛劳，独留满是烟火香气的儿时味道。贵阳人爱吃、会吃，更是突出一个随性，见了就饿，饿了就吃。尤其是见到那街边炙烤的手撕豆腐，做起来呀，做仔嘛，做仔，烤洋芋、烤鸡蛋，几种品种了嘛。他们但是吃的话呢，主要还是以豆腐为主。大方石头豆腐就是我们贵州的台菜，是用着黄豆刨成浆来做的呀。它的特点就是有嚼劲啊。来自贵州毕节大方县的手撕豆腐，堪称贵州的省队代表。最经典的版本当属曾经的扁担烤豆腐，但如若能在街上遇见这种炭火现烤的小摊儿，也绝对值得坐下，让娘娘为你烤上几片。
经炭火烤到表面鼓起一个个口感酥脆的小气泡，两面金黄，外皮劲道，内里细嫩。那印度人有手抓饭，我们贵州人就手吃豆腐。轻轻撕开，让热气流出，蘸上蘸料，花椒、辣椒做底，细细咀嚼，层次分明的口感和味道，或者温度一下灌入心底。吃手撕豆腐就是一定要用手像这样子撕成一小块小块的，然后去体验这种豆腐的软糯和辣椒的香味。这是人间美食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再吃哈。一星期吃8天还不过瘾。我一个是离得比较近，第二点平时嘴巴有点馋。大概有一个13、14年了，08年开始被味道好美，就出名了嘛。小小的铺面，却引得不少老贵阳打车至此，就为了尝一口这贵阳小吃界的活化石。不同职业的客人坐在一起，炙热的铁网将彼此相连，合力减缓了这些小摊消失的速率。拜拜。贵阳到了晚上，螺丝便要遭殃。要说贵阳街边的夜宵排行榜，那胡子螺丝必然榜上有名。我是第一个吃螺丝的人，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老爷子一抬手便是老江湖了，开摊30年，手下3口锅，靠一份辣炒螺丝在贵阳问道称雄。炒螺丝没人敢说第一，我就是第一，就是这么霸气。但就是有后浪，不服这些老江湖。波仔的店突出一个巧劲儿，2个细长门面，将12平米，其中装着整间餐厅，而妙手在于区位选取，独占附近居民的必经路口，保障了稳定的客流。我全名是李兆波，江湖人称啊波仔螺丝。个人认为的美味就是说10个人吃啊，8个人说好吃。辣辣的很好，好吃，非常好，都挺好吃，爽得很，味道挺好，非常好吃，好吃的很，我觉得真的。4个灶眼轮番点燃，各式菜品花样繁多，堂食加外卖，餐饮赛道全覆盖了。当时我们开的时候，就是这条街了嘛，开了7房家，也是卖螺丝的，最后存活下来就是我们家。来慢走啊哥！啊，这是他们家开吃到现在，老食客都管他叫波哥嘛。他媳妇比他有名嘛，他媳妇是掌勺大厨。看到他们家那个主厨特别有特色哈，离那个灶台还要下面垫一个小凳子才能够到。他小小的身体端起了大大的锅。但是他的双手做出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。李大宝，把这台上哎呦！李大宝，快点做事情，半天都不来，真的是。但凡我只知道他，反正脾气很大。老板也属于那种妻管严嘛，那种耙耳朵。李大宝，搞快点嘛！天天都屁说屁说哎，搞快点！我不要给。和他小小的身体形成强烈反差的就是那个另外一个老板哈，胖胖的，很有喜感。波仔名声在，其实幕后的炒螺高人则另有其人。波仔的妻子堪称螺丝女王，也是店里真正的掌门人。螺丝女王嘛，配不上这个名号。我不会炒菜的，我只会炒我卖的这些，因为我喜欢吃的，我就喜欢去学了嘛。然后有的客人说少点什么味道呀，我们就加点，反正积累起来的嘛，然后就变成现在这种味道。沉迷梭螺丝的妻子，10年前便自学了各式制螺技法，如今
娇小的老板娘站在齐腰的炉灶前翻炒，给这间小店炒出了丁螺、小螺丝、小龙虾等多个招牌。门面虽小，每天上百斤螺丝经女王调兵遣将，花螺凉拌、小螺爆炒，花样登场。但要说最得力的干将，还得是手下这锅秘制酱料。大火宽油，大蒜、姜片等湿香料率先入锅炸干，再将备好的花椒、辣椒、茴香等干香料混合爆香，一勺拌酱做底味，料酒生抽更是豪放。最后用13香和盐糖做一些细节雕琢。一瓶啤酒收尾所有的操作。底料备好，螺丝女王的御前3大将即将出场。炒小螺最为经典，个头虽小，但肉质足够上头，齿间碰撞，口有余香。田螺则是分量担当，饱满肉质，吸满汤汁。丁螺是新晋顶流，长条身形，蕴含更多汤汁，肉质更为弹脆鲜辣。随着夜幕降临，食客们便跟随着香气寻觅起灵魂的慰藉。又辣又香。我最喜欢吃的是他们家这个丁螺，那有些地方就把这个丁螺叫做梭螺。好，我就已经吃到肉了。这是我们贵州的大田螺，加上我们夏天的贵阳人的老啤酒，特别的舒服。路边摊就是这种夏天你吹着这个凉风，然后吃着这些烧烤，旁边就坐着其他吃烧烤的人，是吧？然后你就大喊一声“老板来瓶啤酒”之类的，就会比较有情绪一点。月下街头，觥筹交错，侧耳倾听是友人的欢笑，用嘴一嗦，满口香辣不断萦绕。大概这便是路边摊的快乐所在。路边摊唯独难敌的是天气，天要下雨，店要关门，唯有一家小摊儿能顶着风雨沉着接客。我说今天下雨没好人的嘞，你们还有冲了来？是的。人哪里有客人？来哪家你永远不要路过，说是路过看看哪家有没有人在这坐下。这里一个人都没坐起，那边框框全部排起来。这家不起眼的小摊儿却有着离谱的好生意，不预约只有等的份儿。至于等多久，全看前面排的框有多少个。喂，现在你要排的话，排12号哎。好嘞，到时候考到你我打你电话嘛哈。东西有，你要排队呀。你排15号。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泰国的排队，泰国不是喜欢拿拖鞋排队，这个就是他家的特色。我只要一讲用框框排队的烧烤，就焖叔叔烧烤。叫猫，就胖的意思，就很可爱嘛，这种称呼。这位便是莽叔叔，也是莽叔叔烧烤的老板兼代言人。不过这代言似乎有些过于当红，将真正的技术力藏在了身后。啊，猫叔嘛，他比较有特点喽，他忙哦。其实是我在给他们烤。当然知道烤了，他是打下手的。如果换叔叔烤的话，就不是这个味道。就是这个味道的秘诀全是阿姨做的。没有烟的烧烤没有灵魂，是我的灵魂啊！
我的灵魂就是味道。莽叔叔烧烤是贵阳老烧烤的代表，竹签木炭，荤素搭配，无需招牌，无需门面，生意却火爆全年，未曾停歇。阿姨的神秘酱料是生意红火的关键。这个不拍，这个一拍了，谁都知道我是放了什么东西。神秘到这20多年的经营技法，连莽叔叔都没学到。太好吃了！如果街边有米其林1星的话，我觉得他家是在我心里面不同种类的菜，它的火候都把握得刚刚好。4大样嘛，肉串、鸡架、豆腐、馒头。听到是声音吗？你知道吃到一个喜欢的东西给你带来的那种心理的愉悦感吗？有一个女孩，她来我们家这吃了以后，边吃边跳边哭，激动了。她说太好吃了。过了很久，有一个男孩他也在这跳，我就给他讲，有个女孩也是这样跳，她是我家姐。他说她是他家姐，我说真的是两姊妹哦。还没到啊？没有，你还大都没烤了嘛？他那都还没烤。现在排队的有10个人呢。吃串的规矩很简单，排队，其中的王牌产品更是要提前排队。肉串最难订啊，必须得中午就得预定。今天我们都只得了20串肉嘛，多的喊老板拿一点给我们都不给。不行，我不是串活动为何咯？卖完就算。他们每个人打电话了哦，你要20、30串，最多不能超过50串。所谓王牌，便是每人限量供应的镇摊之宝——猪肉小串。每日清晨，莽叔叔便会去市场挑选食材。这2个肉好点，油脂看得比较光滑。只有现杀的精选里脊方能入眼，含水较少，油脂偏多，肉质细嫩，是莽叔叔的唯一选择。里脊均匀切成3毫米不到的肉片，一根竹签3片肉，每片大小相同，距离相等。此等精细活，倚靠的却是店里的代言人莽叔叔。每天600串上下，一穿就是4、5个小时。这要是不限量，莽叔叔迟早要穿成莽哭哭。轮到关键技术，还得阿姨登场。小串上架前，还要放入淀粉汤汁里浸泡，一层薄芡包裹，让肉质的水分留存，内里保持细嫩。刷上菜籽油，躲开明火，文火慢烤。随着表皮焦化，内里的油脂也化作液态，和肉汁一同封在其中。均匀涂满秘制酱料，附着后撒上辣椒芝麻。最后一小撮小葱收尾离火，让余温将葱香烘出，也让余温留存的那几分钟成了最关键的赏味时间。你先看它的量吧，像这种肉串，我觉得这个也抵贵阳其他家的4串了吧。然后肉也特别新鲜，然后烤出来你不会觉得肉像刮不下芡芡那种感觉，他家肉就不会，就特别嫩，就吃起就特别舒服。好，慢走啊，你们。我已经站不起了，高凳子坐起，还有8份没烤。每天收完摊都2点过，回去再洗洗，3点过4点钟再睡觉。坚持就是胜利。坚持就是胜利，这是阿姨一直念叨的道理。莽叔叔17岁退伍进入工厂，
可随着结婚生子，家里开销加重，两人合计过后，方才开启了烧烤小摊生涯。当年叔叔每天都要在上班前备好一天的食材，交由阿姨在下午5点出摊，一直忙到半夜3点。就这样早起晚归，夫妻的人生路也走完了一半。直到近几年才有机会在周日周一勉强休息，住进了新房，享受起生活。种花嘛，就想不了多少事了嘛，就看看自己的花，就心情就要好多，解除疲劳的。一看到那些排了几十个啊，头都大了，考的简直是我都不考了，干脆不考了，回家算了。但是不可能吧？吃的人很多都要求，强烈要求，阿姨你不做，我们实在找不了吃的，就等我这个味道。啊，我最喜欢听别人说，阿姨你家这烧烤太好吃了，我有一种满足感。如今改善生活的压力不在，守护这份味道的责任却愈发重大。火炉之上，街巷之间的共同回忆，也让阿姨换来弟弟和弟媳来一同守护。读几年级了娃？还在大班。你们都成家了？是嘛？我们从芒哥现在做到芒1了。还有那个面馒头，有2条嘛？我啊，我多大的时候吃啊？和这车差不多一样高的时候，大概5、6岁。现在我女儿都5、6岁了。小的时候，我原来的时候，我爸妈特别爱打麻将，然后的时候晚上他们就不要我去闹他们，然后就每天给我90几年的时候就每天给我20块钱，然后我就来吃他家。所以以前我有200多斤。它好吃的有点多，就是我个人最传统的一种豆腐皮，然后这个有诀窍的，这个豆腐你一定要是这样看，就这样看这个切面哪一个最厚，烤出来的那个肉感最好。阿姨教的。一般他们经常来吃的，我都会给他们讲挑厚的，它炸的嫩的就烤出来好吃。猪肉小串是自创招牌，豆皮则是贵阳经典。豆皮在炙烤下变得内里柔韧，边沿焦脆，调料和文火加持下慢慢入味。最后一把贵阳人最爱的折耳根和香葱收尾，让苦忍许久的食客终得满足。不资深的人不知道，得守在这里吃，就是你从这里走到那边去摆好什么东西，时间都过了。热的时候，刚出锅的时候，特别好吃，略略的烫那个舌头那种感觉。可以少吃一点吗？你不要长胖，你还要减肥呢。那太好吃了怎么办呢？关键是他家烧烤，365天，天天来都是一个味儿，不会变的。尤其10多年，尤其是我家摆好久吃好久，3代人了。曾经是迫不得已的讨生活，如今却用味道串起了邻里街巷共同的生活。炉下火星点点，烙印着旧邻老友的共同回忆。慢走哈。我是每天是7点起床做生意，跟他忙。我的工作时间也长，只是说相比啦，没得我老婆累。里面如果同时4个火开机啊，里面温度可以达到将近50度。有很多客人说，你家做的是宵夜吗？怎么1点过钟来就没有了哈？本身我炒的东西比较多嘛，晚上收摊晚了嘛，然后第2天又起不来做生意，所以我都是保持每天的量，然后卖完我就收摊了。夜晚的路边摊是食客的安乐窝，也是夫妻俩的前线。常年1线辛劳，也曾给夫妻俩的生活沉重一击。有几年我得个突发痨感，然后当时我半边瘫痪，不能走路，不能说话，连水都喝不到，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。反正当时很恼火，我觉得不行了，
然后就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嘛。几乎当时整个家庭都要崩溃。我就是说我爹我妈还有2个娃娃还老婆。我如果我真的倒了的话，我所有的重担全部就会压到我老婆身上。这10年走过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最幸运的就是找到我老婆，这真的是最幸运的。现在想一下还是挺好的，反正人没事嘛。你们吃哪个？打包是吧？老爷。我妈妈炒饭的，我爸爸烧菜的。每天的人太多了，也好也不好。好的话是能赚更多的钱，不好是太累了。吃不？把这端过去啊。独木难支，好在同舟共济。夫妻俩走过了人生最难的路程，走到了富足美好的站台，如今又走向了子女相依相知的安乐未来。未来啊，我老公说叫我坚持到那个50岁退休，我说我50岁怕不可能哦，那个时候锅铲都拿不动了哈。我觉得能把孩子弄到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我其实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送去，现在读大学了。因为我那时候我都还没有结婚，然后现在我有2个小孩了。我打份下情，再打份下情你们查。啊，感谢啊！老板你太热情了。我们太热，皮鞋赶过来，老说采访得非常。你从皮鞋赶过来。好，一喊我搞个电脑，今天说哈，马上。我也没想过把店做得好大，我就是说，我能够把这个店做好，在10年、20年以后，大家都晓得还有包仔，我觉得已经很成功了。贵阳小摊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一些老城区、老居民区的一些巷子里，很多是从很早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小时候，基本上起步很多10多年的那种摊子，然后一直摆到现在的。这我们一直做的就是这种了吧？18年了。我睡觉开了22年，也算是老店了嘛，20多年哈。因为我们家就是所以说都是大学村的店名，忘不了谁家。我们做烧烤做40年哦，68哦。呀，你好年轻呀！哎，我是贵阳市最帅的一个老帅哥。必须是。路边摊你说难的话，其实难在哪些地方呢？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活动的，你并不是像店面一样，很多东西都放在里面。还有一个就是下雨刮风、大太阳，你都得硬顶，这没有办法。然后其实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，这包括我自己，说实话。贵阳，车如流水，马如龙，高楼灯火交错相依。在楼宇之下，小摊小贩们奔走劳作，食品质朴，名字随意，味道却独一无二，简单真诚。就像灶台之后承载的家庭故事，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，却能饱含生命力地破土而出，成长为一缕缕大街小巷间的烟火，让街边也有了熟悉的生活的温度。